What the？ 呜呼，呜呼，160、170，哇呼！ BYD Seal。Hello， 大家好，又是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BYD， 欢迎回到来乱拍新车介绍。今天我人来到了 TRX 这边 ，BYD Seal 的已经正式发布了，所以在我身后面这里有3款车是吧？这边2辆是 Performance。 这边一辆是 Premium Dynamic 的，还没有来到马来西亚。因为来到这边的话，我觉得会很尴尬啦。因为如果换卖在160千、170千左右的价格，很多人还会选 BYD Atto 3。我不知道为什么马来西亚最近哦，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多人都在买 SUV 的，还会买 Sedan 的人会比较少了一点点。如果干脆要买 Sedan 就买 Performance， 是不是？所以今天呢，所以后面这辆 Performance， 这里一辆 Premium。那 Premium 是后驱版 ，Performance 是四驱版，0-100加速5.9秒，0-100加速3.8秒。其实它外观方面呢是很相似的。那其实怎么去辨认呢？ 只有2种，它们外观是长得非常的相似。除了你在它的屁股看到呢，那边有写的3.8S 的，就是代表它是 Performance， 因为0-100 3.8秒嘛。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在你的驾驶员座位右手边有窗户的控制，下面有2个超 lock 的这个按钮呢，它就是 Performance 啦。那其余的话，那个轮圈、它的刹车卡钳全部都是4活塞的，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那价格呢，今天公布了，从179,800。 到199,800，只需要不到200千，你就可以买到0-100加速为3.8秒，直接的竞争对手为 Tesla Model 3 Dual Motor， 虽然 Performance 没有来到这边啦。走了，我会带你们去看这个车，但首先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然后不多说，我们去看车 ，Let's go！ 有开吗 ？VTEC is the best 。它总共有4种颜色哈，所以在我车前面这个就是它主打色。比亚迪啊，所有的车款它的设计语言是来自于海洋的，这个颜色称为叫做 Arctic Blue。那边有人呢，我不去看这个，我去看这一辆。首先在外观设计方面呢，车头呢，它的灯啊是现代化很喜欢用的。 很小的，好像眼睛眯眯的灯，然后你会看到一个特别的，前面这里有多了4条线，我相信是晚上夜间开灯就会有的。这里有一个日行灯，还有它车头灯是扁扁的。那车头盖方面这里就有2条线，很多 Sport Sedan 啊很需要做这像导火线这样。这辆车的这个 Aerodynamic 做的是非常的棒，风阻也是比较小的，所以它加速快，然后它也非常的稳定，噪音可能也比较小一点的哈。轮圈方面呢，它是用这 Eco Contact 6Q， 它是一个 EV 车用的啦，235、45R19， 4粒轮胎都是。 用着一样的尺寸，3根手指的高度啊，原装来我就觉得很够用了的。这辆车的悬挂设置呢，就有如以前你买到的 BMW 这样，前面是一个双 AB Double Wishbone 的设置，后面就是一个多连杆 Multi Link， 可是它是叫 Five Link 啊。所以为什么以前的宝马的操控是非常的棒？加上它的这个整个 chassis 啊，它的车骨是特地做给电动车的，所以它的电池是放在下面组合，这辆车重达为2.2吨左右的。那这里前面有一个4活塞的刹车卡钳，虽然是没有说什么牌子啦，身为一个 Sport Sedan 啊，后面就是做一个掀背型的设计。那它的车尾的方面也就好像有一点点像立颗状的啊，可能有些人看的会有一点密集恐惧症，可是我看的还行啦。BYD
Seal 3.8秒，可见这个是performance车，自带有后面的 diffuser， 虽然它没有排气管。那后面的方面呢，有一个单活塞的刹车卡钳，配搭着也是一样235/45R 19寸。当我开了这个双向灯的话呢，你会看到从这个 DLL 日行灯变成了一个 LED 行车灯，那旁边这边也是 LED 行车灯。后面方面呢，就有 LED 行车灯是流水线的哈，整个 LED 看起来呢是非常有质感。如果你买到 Premium 的话，最高扭力为360 Nm， 充满电可以行驶650 km，0-100加速为5.9秒。如果你买到 Performance， 像我前面这一台哦，换算到来大概是530匹马力左右，670个牛顿米的扭力，充满电会比较少一点啦，可以行驶580公里，0-100加速为3.8秒。除了在里面可以按，也可以按这个小小的按钮，按一下。它就会有电动尾门，那后部空间就不算大的哈，因为可能悬挂的设计搞到它比较小了一点。好在呢，这边有一个比较深一点的储物空间，可以跟放你那些充电用具啊。对，如果是首800名下预定的客人呢，他可以赠送这个 wall box 啊，充电桩啊，还有一些胎压的补贴剂啊，全部都在这。通常我们看到的 subwoofer 都是在备胎那边嘛，由于这辆车底盘已经是没有备胎的，它就换到来这边有一个叫 Dyne Audio， 它音响还不错哦。这个是自从2022年12月比亚迪推出的第一辆 R3到现在哈，这辆车的音响是最好的，因为价钱就是在这嘛，对不对？一分钱一分货哦。打开前面的盖是拉这里2下，像 BMW 这样，还有一个储物空间。因为这辆车不是一个电油车，它是一个电动车，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一个盖哈，前面你打开还是可以放一些东西的，买一些菜啊放前面哈，帅得很呢。所以它是有油压点感的啊，关就可以了。VTEC is the best。这辆车的手把哈，它不像特斯拉这样哈，你必须要按进去然后拉它才可以打开嘛。我就比较喜欢比亚迪这款的设计，当你解锁车了之后呢，手把都会开出来。那如果你的门没有关好啊，你锁门它还是照锁，可是那个手把不会伸进去，但是你开不到而已啦。还有一个比亚迪的 logo 在这里哈，你拉一下。所以它是这样子开的哦。竞争对手呢 Model 3就是一个无边框的门设计，这个是有边框的啦。内饰的设计呢就要见仁见智了，有些人喜欢简单，有些人喜欢整齐。那这款呢就比较花俏一点，看到 Dyne Audio 的喇叭在这边，手把打开尾箱啊。OK， 像 Semi Bucket 是这样的哈，坐下去是非常的软。OK， 我可以说它比 Model 3啊那些来的更软，而且包覆性相当不错的，还要舒服啊这个哈。哇，关了门之后，瞬间感觉到比较安静了一点啊，隔音还不错，这辆车啊。那手扶箱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NFC 的 logo， 可能你就拿你 NFC 的卡这里 touch 一下，然后就可以打着这辆车。这辆车还是有一个 start stop 的按钮的，它不像 Model 3这样，你就拿一个卡进车 scan 一下，踩一下刹车就可以了。有2个无线充电，2个置备架，还有这里按一下打开。它的手扶箱里面还有 carpet， 迟一点如果我接到车的话，我做一期的视频给大家看怎么去操作啦。你就可以打开一些冷气控制啊，整个画质都还要比R3更加清晰一点点的。如果你要旋转它的还是一样哦，可以按一下，你的荧幕就是可以立直了的。对，那这边就有360的摄像头，而且画质还不错啊，蛮顺畅的一个画质。方向盘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所以它的角度让我坐姿还可以哦。前面这里就是一个仪表，你可以更换2个显示，你可以按这个 button， 然后往下摆，它就变成 simple。OK， 这个是比较普通的啦。我个人还是喜欢圆圆的哈，一有圆的话呢，手感是特别的棒。看这里还有一些显示胎压啊。这辆车的 signal 已经搬到来右边了的。所以它有自动的雨刷、自动的头灯都有哈。上面这里就没有看到可以跟放墨镜的储物空间啊，这个是 touch 的哈，触摸式的哈。那天窗就没得打开了，这个天窗只是一个玻璃，就好像 Model 3啊、Model Y 那些一样的，所以它没有任何的盖哈。这个盖我觉得应该又是要拿一些 accessory 这样，好像 magnet 粘起来这样子。头枕虽然没有的调节，但是是软的哈，虽然长得像 bucket seat 哦，可是它至少我的头可以靠这是舒服的哦，就算你一踩油咚下去。它都不会头痛。那上面的顶棚都是黑色的，这边有一个小镜子，打开了有灯。打开充电盖哈，这里就有 DC 快充，有2个盖子的哈。我发现这辆车的内饰啊，它的气氛灯就没有像R3这么夸张了，它比较少了一点。可是这辆车没有，看起来质感还不错哈，尤其像阿坎塔拉这样的地方。后面这里是软质塑胶，还有车缝线哦。那后面的椅子看起来都很舒服了啊，坐下去试看。还有 ISOFIX。
我可以讲后面的座椅哦，是比 Tesla Model 3来的更舒服的，而且它的倾斜角度比较往后面靠一点点，它的柔软的程度哦，让我想起来以前为什么要买 Toyota Camry 了，因为它舒服嘛。德系车好价，可是它的座椅比较硬一点。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你是老板，你就比较喜欢坐舒服的椅子，那这辆车可以给到你了。它还有一个中央扶手在这边呢，手可以放着。头部空间呢也是蛮大的哦，这里大概一个拳头多一点。那我的腿部空间呢多过一个拳头了哈。你看我身高173了，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那这里有一个洞，可以帮前面的按摩，因为它有全景天窗的关系哦，所以看起来一点都不压迫感啊。然后后面的冷气就没得调节了，可是它是有出风口啦。下面的盖打开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USB 插槽，一个 Type C 的插槽，可以让你充电，还有 pockets， 也是一样 touch 的哈，还有一个手把。真心来说，这个后座还挺不错的。这里下面就有一个洞哈，可以让你置放一些东西。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排档杆呢，它是像 Crystal 的设计的，非常有质感一下的哈。往下面掰就是 D， 往上面掰就是 R，P 就是按这里，那就是 Auto Hold 啊、BSM 啊、多波缓降啊，还有驾驶的模式，有 Eco、Normal， 还有 Sport， 还有音量按键、冷气控制啊。里面还有 Carpet 的哦，学到 OC 车了啦。4个窗都是一键上下哦。内饰跟外观的设计就看到这里了，我们去看一下我们驾驶的视频了 ，Let's go。好了，我们现在要去试驾了 ，Let's go POV Drive。So D。所以我们是多我跟13、14。以为性会 VTEC is the best。电动车一加起来了，起步那刹那你就很非一般的汽油车啦。就算我多后的话，你一踩油啊，你都要等那个可能 torque converter 在运作啊，或者是它的双离合的变速箱在运作，所以它可能会迟缓啦，0.2秒、0.5秒左右。这种电动车就不是哦，你看我一旦踩一点电门下去，它就是很顺的把你带去。就根据你不要踩太大的电门来，踩太大的电门的话，反而会觉得很 chock 这样子，然后它就没有换挡，没有什么，就顺顺的去，就感觉到 Once you are up to 很顺。 the ramp, okay, keep to the right. Yes, you will go down to the right side. 今天我们在这辆车呢是一个 performance 啦，所以它只有卖2款，一个是 premium， 一个是 performance 的。所以我们在 performance 辆呢，它0到100是3.8秒。谢谢，它有一个522匹左右啦，然后还有670个牛顿米的扭力。 Towards, 所以它是直接竞争对手啊！以价钱来讲啊，199千，直接就是要打 Model 3的。可是 Model 3在马来西亚就没有卖 performance 啊，就卖多摩托吧，价钱就是打它了。同样个四驱系统啦，我很好奇它是到底能不能做得像这个竞争对手 Model 3一样厉害。下大雨的时候，地上是滑的情况下，我一踩到，哇！脑充血啊！喂，怎么这个？我感觉到这个车的提速哦。它还要比这个我之前驾过的 Model Y 因为 Model Y 也是很重啦，这辆车2.2吨差不多，可是它那个加速，哇，会脑充血，真的会脑充血。来按一下360 camera， screen 还是一样可以转。你是想打直还是打横？打横 Max Highway。可是我不想要 signal 声啊，应该是可以改的啦。感觉这个太温柔啊，这个声音。OK，let's do a pickup test acceleration。踩完，哇，这个，它可以打鼾到它的车重哦，很符合到它不会好像。如果有驾过 Tesla 的朋友啦，你会感觉到那个车会有一点点的重，变成你踩完的时候啦。它有那股扭力在，可是你会有迟缓那个0.多秒这样。这个一踩就是。So the battery has been integrated in the body of the car. Okay, so by doing that, the chassis become more rigid. So the performance car, their weight has been distributed 50-50. Yeah. 50对50的重量比，所以啊。哇，就感觉到我好像买了宝马这样的感觉，宝马3系列啊，所以它的前面的悬挂设置是一个 double wishbone 啊，双 AB， 后面就是一个多连杆 5 link 的多连杆，所以感觉这个设置就是以前
宝马的一个底盘设置嘛，所以它操控前50后50，我相信这个操控真的是很棒。而且它虽然是2.2吨的车嘞，可是我开的不像感觉就是那个加速让我觉得它不是一个2.2吨的车。所以我们去 Sport 试一下。哦，全部人在玩这个 Slalom Test。哦 ，OK 啦，那个方向盘的反应是蛮直接一下，可是我希望它能够再快一点点。踩到完，哇哇 ，What the， 呜呼，呜呼，160、170，哇，What the。If you look at the aircon settings, so the aircon settings. Sport mode， 我刚刚有点弄乱它的音量跟它的那个驾驶模式。啊，这个 Sport， 啊，哇，这样子真的有那股劲啊，兄弟，果然可以打得到它的竞争对手是看个人的喜好啦。这个内饰就见仁见智有些人会比较喜欢那个像 Tesla 这样子的。简简单单的风格，有些人不喜欢的话，觉得就是太简单，所以这个就是看个人的喜好啊。我是个人没有什么太大评价，只要那个内饰干净整齐就可以了。像这个这样，你会感觉到买这辆车就是花了那个钱在一点设计上面，还有做一点那个小心思这样，所以你花的钱都会感觉到值回一票这样子。OK，so， 我一直忘记signal不是在左边 ，OK， 踩一般的电门，哦吼，看一下400过这个弯，哎呦，可以，Double wishbone is the best。其实加这种电动车它的最缺点就是它的车身重量比较重比起我们这一般的这种普通的汽油车你看一个2.2吨在一个这样的 sedan 上面，车身长度4800 mm， 它是比Toyota Camry 仅短了一个80 mm 左右，所以它的车身重量比 Camry 重大概700多到800公斤左右因为 Camry 1500嘛，这辆车2.2吨，它这个重量就让我想起了加一个 Kia Carnival 的重量你们有上到 highway 了吗？这个车的这个刹车系统是一个 4-pot caliper 4活塞刹车卡钳，我看过了，踩下去要比较深一点，像我们普通驾 BYD Dolphin 这样。我又忘记了，其实 BYD 有一个很好玩的，它仪表上面是可以有开一个 timer， 就是让你可以计时你的0到100的最佳时速是多少所以之前我在 Dolphin 那边做过上圆顶的测试那车主最高的记录是6.9秒吧，0到100。是很强了的试一下。没有。我踩的80% 的这个电门去的。其实这个年代很多人还是会在喷。我们这个年代油这么便宜的时候电动车在马来西亚根本就是不 practical。对，买车一路来，除了看这个好不好驾，外观好不好看 ，practical。就是一个我们的日常生活需要看的东西。汽油在马来西亚还是很便宜的，没有错。可是如果万一接下来的这1-2年这个汽油开始涨的时候我觉得那些人就不会这样子讲话了。现在还是便宜，对，没有错。现在有钱人都是会先买好这个电动车，先享有现在的一个它的优势，比如说它的这个特别的充电 parking 所以我们去到 shopping mall 的时候暂时是不用去跟人家抢位置那些的它有这个所谓的 instant dock， 所以有钱人他的家我相信不止有一台车的，所以他买汽油车买到多了，他是想要我想要买多一个电动车来玩一下，当他的这个玩具，为什么不可以？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去喷他们这些买电动车的人。而且我觉得当我叫了电动车出去在充电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还很新鲜嘛，大家一起停着来 parking 等在充电的同时，他们很乐意去聊天，态度都完全不一样，不像我们普通人这样子好像不睬你这样，他们会反而很愿意跟你去聊天。所以这辆车我在这边没有找到有任何的一个按钮，我是可以调这个能源回收没有看到有所以当我
松开这个电门的时候，它是蛮顺畅的哦。我还发现到哦，这辆车也是有一个抬头显示器啊，那个的Nevada那边容易看。如果这就是爱情，喂哦，可以哦。你不需要讲理。OK 哦，你看啊，前面的车一直会有那个刹车灯一直亮出来是，我相信当我们松开这个电门的时候，它就是完全松开的情况下，它就会亮出那个刹车灯。所以一直老在怀疑前面的人是怎么开车，为什么一直踩刹车？没有办法的，这是电动车的需求。因为当你松开这刹车的时候，它会有那种能源回收，让车子一下子慢下来，慢得很快，所以需要让后面的车辆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在做出刹车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又来做一次0到100测试了啦。我们换回去 Sport 电动车，其实一般上0到100真的是很快，可是通常的通病是在120之后，你就感觉不到那个车的快速感了，贴背感比较少了。可是你还是会看到它速度一直持续往上面飙的，还是头段那一刹那真的是很厉害。踩到弯放，哇，又来了，哇。Can we go a little bit slower? Car 15 is catching up. Right. Okay, let's follow the speed limit. 不到200千，你可以买到一个0到100 3.8秒。我暂时呢，这个价钱哦，你是找不到一个这么快的车啦。Button on the left side. Set. ACC. 喂，可以哦。我把我的脚松开，看它的这个反应哦。当然它是sedan啊，所以它的这个悬挂系统还是比较偏硬一点点啊。如果是以往我们叫的 Atto 3啊，它是那种 SUV， 然后还是要偏舒服的。这个就比较稍微的硬派了少许的。可是如果你比起来竞争对手啊，那个 Model 3也是更加硬派一点。而且如果你讲它的椅子是真的比较好坐的，这边它会软。支撑性不错哦，Model 3就比较硬派咯，就是那种好像你驾 BMW 啊，跟你驾这个Toyota这样子的分别咯。可是如果它的椅垫啊还是可以做长一点，我会更加开心啊。还是或者是可以像 M Sport 那种可以延长的。John， 你知道我们这辆车很新吗？你看它的odometer 才38 km 了。他不讲我真不知道啊，它是 Aircon Vents 哦，它是没有的调上下左右嘛。可是它这个是自动的，一直在调上下左右，我都没有发现到诶，坐下来是完全没有什么感受的，但可是就 OK 啦，我坐在这边，冷气都吹得到啦，所以我没有特意去调那些哦。还有左右动了嘞，所以先来一个自我简单的总结一下哈。今天如果你想要买一个电动车，而且不要说 SUV 啦。如果说sedan来说，目前200千的预算左右啊，你有2种选择，一个就是 Tesla Model 3Dual Motor， 还有一个就是这一台。所以到头来还是要问自己了哈，你喜欢怎么样的选择？两台的性能都是大同小异了哈。虽然0到100相差那0点几秒，我觉得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喜欢哪一台。因为一个是简单的内饰，一个是比较有主题性的内饰，一个是特别的外观，比较多线条的，一个是比较简单的。就好像买手机都有2派人啊，一个是 Apple 的，一个是 Samsung 的 ，Android 跟iOS 的分别。到头来还是要问自己啦哈。所以我说这个车好，未必有人觉得好了哈。OK 啦，不错啦哈，舒服一下哈，它不会像那种欧系车那种硬派，还比较偏舒服一下的哈。而且它不会软的来让我觉得头晕啊，不会啦，不会。So 360，按一下，哇，很顺诶。Tesla 还比较 FPS 都没有这样高哦，应该很顺诶。OK，P 就好了。好了，各位啊，本期的视频就到这边。我觉得这个视频应该是全马来西亚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个第一个 POV 试驾的这个影片啦。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分享给你朋友，好吧？记得还没关注的朋友们，记得关注点个赞。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了 ，Goodbye。老公，这是什么东西？不要玩！